我其实在被裁之前已经有 offer 了，因为我在公司里待10年多了，所以也许这个正好是个时机可以出来看看。你觉得 LLM 是正确的路线吗？我觉得 LLM 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路线，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正确的路线。Scaling Law 是一个悲观的未来，对，因为 Scaling Law 说实在的，这个 topic 呢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topic。所以现在大语言模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就是说数据量需要很多，跟以前自动驾驶是一样的嘛，就是一开始进展非常快，大家会觉得哇马上就能取代人了，但是越往后走呢问题越大。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好的 insight 好的数据越来越好，越来越难找，数据越来越少，那你的模型就训练不上去。你是怎么看 RL 这条路线？强化学最大的好处呢是它是主动学习的，它能对那个数据的分布产生很积极的影响，这是它最核心的地方。你在菲尔还有什么遗憾吗？我应该在菲尔工程工作应该做更多一点，可能更好一点。最大的收获呢，应该说是2018年之后，我应该在这段时间之内，我有很多的这个 research taste。如果有研究的品味的话，那意味着就是自己给自己设一条道路，可以一直往前走。你的下一步是什么？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硅谷101，我是陈倩。在2025年10月22号，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是批准了对公司人工智能部门裁减约600名员工的计划。那这是 Meta 今年在 AI 领域的最大规模裁员了，主要呢是针对被称为超智能实验室的核心研发部门。那么 Meta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的裁员？公司的 AI 开源路线是如何碰壁的？以及空降的新 AI 负责人 Alex Wan 将会如何重塑 Meta 的 AI 策略？这些内容呢，我们都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了，大家可以翻去我们的首页去看看。那我们也对此采访了这次裁员风波中的核心人物之一，前菲尔研究总监以及 AI 科学家田元栋。我们的采访其实聊了不止 Meta， 我觉得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还有除去公司层面这些资深的 AI 科学家们对于 AI 路线和未来前沿研究的一些思考。所以这期视频呢，我就把完整的采访放出来分享给大家。那目前这个版本呢，我们是截掉了上个视频的重复部分，更专注在 AI 发展这件事情本身，特别是对大语言模型 LLM 的路线、开闭源 Research Lab 的存在，以及 AI 人才对研发和工程的选择这些话题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以下就是我们的采访内容。看你还穿着菲尔的那个衣服我觉得是这样，像一般来说吧，像我们这样的人一般也不是很 care 穿着，对吧？就是所以公司发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对，说不定要换衣服。那过去几天对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我知道很多人其实是来 reach out to， 对，然后不管是媒体也好，然后还有很多公司也好，其实都来找你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我觉得是这样嘛，就是说因为我其实在被裁之前已经有 offer 了，因为其实我在被裁之前我已经跟我的一些 manager 说一下，我就说哎呀我不是很爽，就是说我可能要 look around， 他们是知道的，对，所以被裁我也没有特别 surprise，对，无所谓吧，就是反正我有 offer， 就是我之前跟他们说哎呀当然我拿了 offer 之后后来我想想还是在 Meta 再待一阵子，因为毕竟还是有卡嘛，对吧？还可以再做点东西。但是他们把我裁了的话，那就这样了呗，对吧？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过去这2天还是比较，应该说有很多的人 reach out， 很多人找我，很多人跟我聊天，想问有没有什么机会什么的。对，有很多，包括各大公司吧，因为你看你想到公司，他都 reach out 了，而且都比较 high level 的人。对，还有很多小公司，还有一些 co-founding 的机会，大概是这样子。对，所以有很多机会吧。所以现在应该说还在想吧，还在考虑，还没有决定，还没有决定。对但因为现在应该说离裁员还不到1个礼拜吧，还不到168个小时。对，所以还是需要想一想，还要考虑。对。但那个裁员是你意料之中的吗？你当时sense到那个裁员会来吗？不然的话我不会去找工作嘛，对吧？所以我会有一些感觉，我觉得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这个地方也许 at some time， 就是至少对我来说可以这么说吧，因为我在公司里待10年多了，所以也许这个正好是个时机可以出来看看，这是我的想法。对，那至于那公司里面情况怎么样，我现在还不太方便 comment 嘛，但是反正这可能是个 personal choice， 只是说这裁员加速了这个 personal choice， 对吧？可能本来可能还在公司里再待一会儿，可能比如再待个半年，然后再考虑一下。但是如果
如果这样的话，那反正现在都已经出来了，就出来了。就是我觉得才600人还是挺，我当时看到这个 number 的时候还是挺震惊的，我觉得有点多。虽然不是完全裁哈，只是说他们可能有机会转去其他的组。对，只是说你们这个 AI 这个部门，对，他们觉得没有必要有这么多人的岗位在这边了，需要把这个部门重新的 restructure 一下。对，我觉得其实应该说，我们可以说行业趋势吧。行业趋势，我们不说那个 Meta 具体这次情况，对吧？因为我也不方便透露太多。我觉得行业趋势肯定是人能，就是说，因为 AI 本身自动化的程度是最高的，对吧？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很多人标数据，可能明天模型强了，不用那么多人标数据了，后天模型更强了，需要的人就会少。然后以前可能有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以前听说过各种消息嘛，就是当然我自己没做过了，就是比如说以前是 on call 说啊，我这个模型撑到一半挂了。再能打电话过来说挂了，马上起来，然后要修，然后调参数，然后看能不能把它救回来。但是现在因为有很多的那个自动化的工具，然后整个系统做得很好的话，那这种事情也变得会很少。对，所以那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会相信就是然后各种各样的 pipeline 都慢慢变得成熟，变得自动化。那你觉得需要那么多人吗？你并不需要那么多人，对，所以我觉得大趋势肯定是裁的人，就是或者说做这个事情的人会越来越少，应该是这样子一个状态吧。所以你觉得这次裁员不是 Meta 这一个公司的问题，而是你说大趋势可能越来越多工程师也好，或者是从事 AI 的人，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应该说大趋势是大家开始就是说总有一天大家都没有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大趋势。就说的很吓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或者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就是说我受雇一个公司，然后我帮这公司把事情做好。也许以后并不需要这样，就是比如说吧，如果我去当 CEO 或者我去当一个小公司的一个 leader， 或者说是自己去创业的话，那个给现在这些工具拿到手之后呢，我自己都会觉得我并不需要太多人做这个事情。有很多事情是可以自动化了，而且自动化的程度非常高。对，所以也许就是说我本来是需要一个团队，比如说几百人几千人去做一件事情，现在也许必须要那么多人，有很多事情可以自动化，可以用 agent 来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总的来说应该说是就是做 AI 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但是就是探索用 AI 来做工具来探索其他东西的人会越来越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觉得在 foundation model 研究上面的人会越来越少吗？应该说是这样，就对 foundation model 的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应该会越来越多。但是我就按照我们之前的那个工程上的那个逻辑把这个 model 做出来训练出来，那这些人会越来越少，因为以后会发现就是大家都遵循同样的那个逻辑把这个 model 训练出来，对吧？然后代码都是可以跑的，然后都是能有效果的。那需要那么多人，为什么呢？就是肯定有更多人会说我们可以做 research，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探索性的工作。那么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是这样子。然后做应用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对，就做就是，但是这个应用就是不是说是那种一般性的应用嘛，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会落地到某个具体的垂直领域，或者说用这个东西做一些你现在想做的事情。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但这是中间层的，做执行的那部分人会。对，就是因为做执行那些人，他们首先一个就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工作比较重复的，对吧？可能很多事情是需要修或者需要处理，但是如果工具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话，那么重复性的劳动就会减少。对，感觉上是这样子。就是在这次裁员之前，你本来在飞尔里面在研究什么？在那裁员之前，其实我们之前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去那个 GenAI 在帮忙嘛。对，这个是就这段时间之内，其实我们大部分时间没有在做研究，就是在做各种比较救火的工作吧，就是当时就是拉玛4嘛。对，拉玛4，对，当然了，就是我个人还是会有一些跟比如说外面一些其他的一些朋友合作的一些工作，像我们今年4、5月份有一篇文章嘛，是分析一下就是我们之前的连续思维链它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比较有那个厉害的地方。这个是分析，而且这篇文章其实效果就是至少影响力也挺大的。大家会觉得就是这给连续思维链 Coconut 这篇文章加了一些相当于给了一个那个备注吧，就是说确实我们在理论上做了更深入的分析，那这个分析能够让这个连续思维链这个思路可能让大家觉得更有道理。
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作再做下去。你可以说一下就开源闭源接下来的一个发展嘛？你觉得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麦姐说 OK， 那可能开源在一个大公司的架构里面就不 work 了，就是因为现在前沿模型竞争太激烈了。那别人都在闭源，你一个人开源，你可能也坚持不下来嘛。你觉得是不是接下来那开源模型距离闭源模型就会这个差距越来越远？就还有人会做开源吗？你现在很多人在开源嘛，你想特别是国内的公司都在做开源，但是中国的是开源，我就是硅谷这边，对，硅谷这边其实还是会有开源的。我觉得像我知道的一些像公司像 Reflection 对吧，比如说 AI 他们应该就在做开源的模型，对吧？他们是有很多要求，就是很多的想法嘛，想要做这些东西。像之前的 OpenAI 也做过一些开源的 GPT OSS model 对，所以我觉得开源还是会有的。而且应该说是一定的会继续发生。像 AI2 也在做开源的工作。我觉得就是说，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这些模型有什么用？是可能更大的问题。你说开源的模型有什么用？不管开源还是闭源的吧，就是因为这模型一旦出来之后呢，那么这个模型本身，你说可以拿当聊天工具，可以的，可以拿到搜索工具，可以拿当效率工具，这个都可以。这些东西呢，可能大公司会做。那么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方向。比如这个模型可以拿来做一些 scientific discovery， 或者说做 scientist， 或者说做垂直领域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个东西小公司就可以做。对，大概是这样。那么在一定程度之后，这个模型需要有多强，能够把这个问题做出来？可能这个是一个因人而异，或者说因问题而异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最终发现不同领域下面，就是说我真的需要一个模型。在所有方面都很强嘛？不一定，可能就说只在你 care 的方向上比较强。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开始分化了，就是每个模型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公司做这个模型有自己的目的，然后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模型做不同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策略吧，对吧？可能有些模型希望开源，因为开源之后大家用了之后，大家可以用来做一个社区。对吧？或者作为工具平台，那么这个时候你开源是很 make sense 的，对吧？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训练完之后这个模型可以调用某种标准工具集，然后我在这标准工具上，我可以再用这个模型去做一个平台，大家用着，那肯定要开源对。那如果是其他的一些领域，比如说我如果这个模型是用来做 personalized search， 或者说 personalized 这个 recommendation， 那这种模型应该说。不太愿意开源嘛，是不是？或者说每个人自己训练一个模型，然后当时不开源这个，所以最终看最终的 purpose 是什么？对，而不是说是就是非常泛的说开源和闭源哪个好哪个不好对，所以最终看公司的策略。因为公司的策略，这个每个公司和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觉得就是在搜塔的那种最一线的模型上面，可能很难有一个开源的去跟闭源的直接的 compete， 但是在很多小的垂类的这种模型上面，就很多还是有非常非常多开源的机会的。应该说是这样吧。对。好呀，你觉得 LLM 是正确的路线吗？我觉得 LLM 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路线，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是正确的路线。对，因为我觉得最终这一点你是同意杨老坤的吗？这个不好说吧，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做 scientist 的，所以有 scientist 的这个想法的人都会觉得就是说我希望找到更好的东西，而不是说我现在就满足于现在的这个框架，然后我就在上面做到死，肯定不会这样子。所以我总会说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问题，然后这些可能的问题怎么样用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所以现在大语言模型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问题就是说数据量需要很多，然后需要很多数据量，然后训练出来的模型质量就是说肯定很好了，对吧？但是肯定没有人那么 efficient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对人来说，你学的样本数非常少，然后你一生能学到的那个 token 的数目可能就只有比如说最多10个 billion 的级别吧，就是特别是 text token。对，那么这个之前我也在一个 slide 上算过，说这个大概是个数字。但是你现在大语言模型的训练的数据很轻易的能达到10个 trillion 或者说30个 trillion这样的大小，对吧？那么中间有1000倍的差距
那这1000倍差距你怎么样去用人类的学习能力去弥补，很难弥补。但人就是能学得很好，然后就是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有各种各样非常厉害的科学家，对吧？他们的思路和想法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看过那么多书，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数据，但他们就是能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定理、新的证明、新的发现或者新的发明，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些能力是从哪来的，对吧？然后大语言模型现在那么多 token 发进去了之后，是没有达到这个人的能力，这个其实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big question mark。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其实也许我们现在训练算法并没有达到最优的，对吧？有可能有更好的算法、更好的逻辑，然后更好的方式去学习，就是在数据中的涌现出来的那些表征，用它来解决问题。也许技术下降呢，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案，可能有些突然有一天，也许不要做技术下降了，可能有别的方法来做。这是我的一个暴论吧，对吧？就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们整个训练的这个框架可能要改变。对，当然这个不一定现在能出现，但是我觉得以后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方向，可以去实验的。我看最近业界对强化学习有一点争论啊，对，特别是最近 Andrew Karpathy 对然后接受了一个播客，然后也对发表了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观点吧。你是怎么看 RL 这条路线的？对，我一直是做这个方向的嘛，就是我也是觉得，因为 RL 呢比较好的地方呢，它本质上来是个搜索过程，所以其实就是说你给定一些难的问题，让它去搜出来，那么搜出来，在搜索的过程中，你学到的那些数据，你获得的一些信息，其实它的质量要优于你被喂的那个数据。这个就相当于就是一个人在有一个人是，比如说我去去老师那边听课，对吧？去老师那边听课呢，我可以认为他就相当于是 supervised learning 监督学习。还有一个人呢，我说我不去老师那边听课，我就自己去玩，然后把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两种方式呢，其实我觉得后者他的那个学习出来的能力应该说更本质，然后解决问题能力更强所以我觉得RL在这方面应该是优于那个优于 SFT 的而且确实现在看很多的文章，确实那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能力其实要比 SFT 能力要强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在推理问题上，你知道你要做 reinforcement learning 才能让这个模型真的学会推理。如果你做 SFT 的话呢，这个模型可能就记忆了就是之前的那些推理的过程，但是它并没有产生泛化能力在新的问题上可能泛化能力没有那么强就是特别是如果你做了大量的 SFT你可能这个模型的那个质量就可能会下降所以这个其实是这个两个的区别但是就是说强化学习它只是个范式嘛，就是说它不是说是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在里面因为它最终的目的还是改变权重，对吧？对，那么这跟 SFT 是一样的，只是说改变权重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最终也许存在一个方式可以统一那个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和 SFT， 对吧？统一这些东西，因为最终目的都是改变权重。那也许我有更好的方法来做这些问题，而强化学习对大家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不同的数据采集的方式而已，对吧？它是通过边搜索边采集，然后把这数据放在一起，然后再去做训练那么这样的方式呢，相当于是一个主动学习的方式跟SFT 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强化学习最大的好处呢是它是主动学习的，它能对那个数据的分布产生很积极的影响，这是它最核心的地方而不是说是它的那个目标函数跟那个不一样，或者说它的训练算法跟它不一样，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最终还是看它的数据，最终采集的数据它的质量是跟那个 SFT 是不同的，应该是这么样子，所以它才能够解决一些比较难的问题吧。Andrew Karpathy 之前说的那些这些东西呢，其实像有些我也觉得挺好的像关于 AGI 还有10年这样的论断，就是我们是进入一个 decades， 而不是说进入一个比较立即就能获得 AGI 能力的这样一个时间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相信的。像我自己之前也是用过 GPT-5， 然后帮我一起做一篇文章我最近一篇文章其实是我和 GPT-5 通过 self-play 做出来的。对，就是说就相当于我没有任何的学生，然后我就每天跟 GPT-5 去对话然后我说我有这样的问题要解决然后我就说这个问题我们怎么 formulate 然后他会给你 formulation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如果你自己没有 domain knowledge， 这个 formulation 呢其实做出来了也是跟大家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创新性，没有什么原创性。但是作为研究员，就是有一个对这个问题有很深的理解，或者说我知道这个 formulation 或者说它这个影响或者这个思考的方式是不对的，或者说它的那个 formulation 里面有致命的问题，那么把它指出来之后，然后跟他说，那么 GPT-5 就会在这方面更深入，然后最终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就说这种高层的 human insights human knowledge 和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独到见解这些东西是现在的模型是缺的。你必须有这些东西之后，才能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强。所以你要说 AGI 没有这些东西，其实应该不能说 AGI。对，所以还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获得最 top 的这种 insight。对 ，insight 还是永远都是人来。是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也讲过了，就是跟以前自动驾驶是一样的嘛，就是一开始进展非常快，大家会觉得哇，马上就能取代人了。但是越往后走呢，问题越大。为什么呢？是因为就是好的 insight 好的数据越来越好，越来越难找，数据越来越少，那你的模型就训练不上去。然后人对于数据的获取能力和人对数据的深度挖掘能力永远是超过计算机的，现在是这样子，超过所有的模型。对，同样的问题，可能人只要1-2个样本就能看到本质，但是计算机的话，或者说现在的那个大模型的话，它需要它可能需要比如说至少几百上千吧的样本才能大概感觉到一个轮廓那么预训练可能是更需要更多的样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样本数不够的话呢，人永远是比现在的大模型要厉害的特别是对一些就是小领域的专家，他们没有办法，他们甚至自己也没有办法把自己学过的样本吐出来给计算机看，因为这些样本可能在他脑子里就是他的经验嘛，这些经验很难去量化成一些句子。那么所以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 AI 就只能永远是跟着人后面走就是人通过某种比较好的就是信息处理的方式获得一些 insights， 然后灌给计算机，用 AI 让 AI 去在这个方向上去做得更好。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之前的一些论断也是比较接近的。因为我以前也是接过采访，我说 scaling law 是一个悲观的未来。对，因为 scaling law 说实在的，这个 topic 呢本身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 topic， 应该这么说。因为如果在以前吧，大家跟大家说我加指数级的样本进去，然后或者指数级的计算能力进去之后，我们的 performance 正在上升，然后上升的速度是线性的。那我觉得以前的 machine learning scientist 会觉得这些事情是 trivial 的，因为不管什么模型，你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就是往里面塞数据，然后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这个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们真正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模型能够在这条路线上走得更有效率、更 efficient、更快，而不是说是满足于这个 law 是对的。因为这个 law 它给你通向的未来其实是一个比较悲观的未来，就是说你需要用指数级的样本塞进去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总有一天我们地球上所有的资源全部会被用完，地球上所有的那个能源、所有的那个电力全部都会被用来训练大模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要依赖于这样的这个能力去改变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就是 at some point应该说是就是可能大家可能会意识到计算量不是全部，我们可能需要对模型有更深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是，而且这改变应该会慢慢会发生嘛。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但是我们就需要一个更 efficient 的way来 develop intelligence 是。但是这个你觉得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找到这个解法吗？我觉得大家也在努力吧，对，所以应该会花一些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至少对于现在来说，大语言模型它的能力是很强的。就算我们现在这个模型能力现在停滞不前，它对于各行各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至少能够自动化很大一部分东西，然后能让很多人的能力变得更强。对，我都觉得我家大语言模型已经远远超过以前的我。所以这个让我觉得这上面有很多空间可以做。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慨吧。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了。所以就算大语言模型的进展不够快的话，就未来
至少2到3年、3到5年这段时间之内，我觉得还有很多机会的。对。所以你接下来还是想做前沿研究这一块，还是想去尝试一下 application 这一块？就说当然最好是把两个合起来。就说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前沿研究，并且这个前沿研究是自动化的研究，那就很厉害了，对吧？对，我已经感觉到就是我的研究的范式可能都会被自动化的这个pipeline 所代替一部分吧。你说是 agent 吗？不一定是 agent，但是 agent 肯定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你用 agent 的话，你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比如说你也许不需要自己回邮件啦，或者说你不需要自己去管理自己的那个待办事项，对吧？to-do list 或者说你不需要自己去做一些繁琐的事情。这些东西都可以用计算机来帮你做一些自动化就这个问题是不大的，肯定是会发生的。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就是说 AI 能不能代替人的一些高级活动这个是一个问题。对，人的一些比较高级的思路比较难的，就是需要人的一些重要的就是 insights 的活动，那些活动有多大程度上能够让 AI 帮忙去做成了？有很多难的一些就是说科学问题，对吧？对于 AI 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成？对，现在这个还不知道。对。那么这样的话，如果能做成的话，那反过来也可以对我的研究产生影响，对吧？那么研究上来说，也许我会成为一个超级研究员，然后加了很多 AI 之后，我一方面能做更好的研究，另一方面呢，这些工具本身呢，也可以用来造福别的东西。这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会很有意思。对。你在就是被拉去救活拉玛4之前，你手上在研究什么东西？那我们这边在做一些那个关于 reasoning 的一些研究。对，主要是关于思维链，对吧？关于思维链的形态和训练的方式做了一些研究。其实我们在 O1 出来之前，O1是去年9月份出来的，我们出来之前，其实我们就注意到非常长的思维链它会对整个模型的这个 scaling law 产生影响。对，如果一个问题你没有那么长思维链的话，它的 scaling law 是没有那么 favorable， 就是说你需要发很多样本才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如果你有思维链的话你就很长的思维链，你就会让这个模型的 scaling law 的 curve 变得非常 nice， 就是我可以用比如1/10的样本获得更好的效果，10分的样本1/10的那个parameter 有更好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发现了，但是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在这个思维链上就是做一些各种各样的变换，或者说做各种各样的探索吧，对吧？包括我们最近我们去年年底做的那个连续思维链就是用连续空间来做隐空间推理这篇文章现在确实受到了不少的关注。就是可能半年就大概有200多个 citation 嘛，就很多人愿意做 follow up 做一些探索性工作，而且确实能看到一些进展。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有意思的。对，然后我们去年也做了叫 dual formal 的这篇文章，也就是说一个比较早的提出来，就是怎么样做混合思维模型。对，怎么样就是长思维和短思维放在一起训练，然后发现这模型其实比单纯训练长思维、单纯训练短思维效果更好。对，那现在其实这已经成为标配了嘛，大家所有的思维模型都有这个长短思维这样一个自适应的性质。所以应该说就是去年那些研究还是应该说比较跟得上时代的。你在菲尔还有什么遗憾吗？遗憾这个话很有意思我觉得遗憾呢，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应该在菲尔应该做更多的这个工程工作，应该做更多一点，可能更好一点。对，我其实刚去菲尔的时候，大概在前几年可能工程上东西做的比较多。对，我之前的一些项目，像围棋这些项目，其实工程化都是自己比较多的做工程化的工作就当时我其实还被批评说，这个人过来是 research scientist， 怎么天天做工程？当时是跟我这么说的，就是别人打开屏幕评论文章，我打开屏幕全是代码当时我这么被批评对，后来我就说好，那如果研究科学家不能做工程的话，那我多看看代码，多看看那个文章。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在2015年到2018年这段时间之内，就基本上工程比较多。对，然后到2018年之后到现在，其实研究比较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当然是跟菲尔当时的一个
那个这个指挥棒有关系嘛，对吧？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自己也有一些就是研究上的兴趣，想要做一些更多的研究那么就切过去了，对。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工程能力强的人反而更受欢迎，对吧？所以就很有意思就是研究能力强的人就是也很受欢迎，但是最好是工程能力和研究能力都强这样是最好的。那这个也太难了。对，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所以我现在也在就是更多的做一些工程上的工作，就是我可以把很多东西再 pick up 回来，对，然后把这些工程的事情做好，这个都是可以的。那么我觉得在飞亚做最大的收获呢，应该说是2018年之后，我应该在这段时间之内，我有很多的这个 research taste， 就是对研究的一些品味和知道怎么做研究的一些方案，它都能慢慢学会，而且应该说就是这些品味在最近的几年的一些文章里面就慢慢体现出来。所以应该说有品味之后呢，其实这对将来的路呢，应该说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因为如果一个只做工程的人，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他可能会只做工程上的一些难的问题，但是并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但是如果有研究的品味的话，那意味着就是自己给自己设一条道路，可以一直往前走。那其实这个对于一个人生来说是很大的有非常好的好处。对。是的，我还有一个问题非常好奇哈，就是因为你看现在就是各个公司 AI 的竞争这么激烈，同时人才抢夺战也很激烈，就包括 Meta 就新的那个 lab 就花很多钱在一个人的身上。对。你觉得就是现在这个 stage 什么样的 AI 人才是最稀缺的？对，我觉得这个完全看每个人的定位吧。首先一个就是我想纠正一个点，就是说大家不要去想现在谁是最稀缺的，因为有可能过个2年这个稀缺定义就发生变化，对吧？所以你想一样做了那么多年的冷板凳，然后突然之间就拿图灵奖，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应该想一想，就是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是去做那些可能公司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重要。因为这个已经就是它整个过程可能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因为对以前的情况来说是这样，就比如说市场发出信号，这个信号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方面的人才，然后这个信号可以通过大学的方式慢慢的往下传播，对吧？比如说最近10年之内什么样的人才最吃香，然后这个信号传到大学，大学会扩招对应的系，然后扩招对应的那个老师，然后一些学生就会去投报这个系，然后经过4年或者更长时间的那个培养之后呢，这些学生最终满足了市场的要求，大概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以前这个循环是走得通的，因为整个逻辑整个速度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慢的，对吧？这个行业周期可能以比如说10年或者20年的周期来在波动所以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可能整个周期变得非常快，等到你想要学市场上火热的那个技术之后，全世界人都在学，对吧？你说你想到了，别人想到了，对吧？全世界都在学，这世界上总有学的比你快的，然后总有学的比你好的，总有马上上手把事情做成的所以你很有可能会发现，你学了半年、1年之后，你做不过别人，你还是没有办法出头，那么这样的话，市场发生变化，说我现在也许明年就不是一个这个方面某个方面能力最重要的一些时代了可能换了别的东西，那么你这时候再去学，就可能一直会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走所以也许以后就大家会突然发现，就是与其听从市场的号令，还不如说我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对，然后一个做很开心，然后另外就是说，一旦这个东西被人发现了，它的收益是很大的，等于是这个当然是理想情况了，对吧？因为实际情况肯定是会两边要结合，你肯定会希望这个东西你自己判断在将来一段时间之内有没有用，再加上你自己的爱好，最后两个拼起来，得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组合，那之后你可以在上面做花功夫，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应该说非常难去做判断嘛，因为完全看你自己的能力。
我感觉你还是一个非常有理想主义的人，然后我感觉整个菲尔的，之前也上一次播客也跟你聊过嘛，然后就感觉菲尔之前也是一个非常有理想主义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对。但是你觉得就是在当下，我觉得市场有点扭曲啦，就是因为竞争特别激烈的时候，你可能很多的文化、很多的信仰就会出现有一点的偏差。对，你觉得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还存在说会有比较理想化的 research lab 吗？那当然，比如说我们看到 maybe Ilya Sutskever 他的团队，对 ，maybe 对 Mara 的团队被认为是比较有理想化主义的，对 while 他们的对面就是 Sam Altman， 然后非常的商业化，很激进。对，你怎么去看这个平衡呢？我觉得首先是这样了，就是一个是你不要把大厂当成铁板一块，其实有很多的组，然后很多组他们里面有 research team，这些 team 本身也会有一些 research freedom 是有的，对，这个都是会存在，就是说菲尔只是说一个非常 branded 就是非常有大的名气的一个地方，对，但是其实有很多地方，应该说他们没有像菲尔那么有名，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个自由空间可以做 research，这个都是有的。像就算在 Meta 内部也有不少的组，他们有做 research 的空间。我有很多合作者在 Meta 里面，其实他们也做一些 research。所以这个问题我不觉得是个问题，就是说，就是他，就是也许就算就是 Fair 可能因为这次的原因或者因为原因导致就是以后可能 research 做的就没有再那么 researchy 了，对吧？但是还是会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对，甚至你说做 startup 的时候，就是你也甚至有可能在有些地方，因为这个问题很前沿，那你在上面肯定会有些可以做。因为我们在讨论 research 的时候，是指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找到一些新的那个 solution for some hard problems， 这叫 research， 叫 research， 对吧？其实它是个 search， 那所以它不是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嘛，对吧？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就是不是没有铁板一块说啊大厂不能做了，小厂可以做。就是不是那么简单，是完全取决于哪个组、哪个人，有什么样的资源、什么样的东西，然后这些人放在一起会什么样产生化学反应，对吧？然后可能今天可以做，明天不能做，或者说一段时间之内它有这 space， 然后换一个其他时间就没有这个 space。对，所以无数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也许会在这段时间之内肯定出一篇新的工作，然后去影响整个领域所以应该说 research 永远是会继续进行的只是说它的形式可能会变成更像游击战这种形式就是并不是说有一些非常知名的那个 research institute 对吧？他们会做研究，他们会说我 dedicate 我们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做研究，可能不是这样，就是但是你总会发现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有理想的那个小的组织在继续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对，就是不是零或一嘛，就是说很多灰色的地方。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的下一步是什么？下步我刚才说了还没确定嘛，对吧？所以还在讨论中吧，还在讨论中，因为现在离被裁就还没到一个礼拜，对吧？所以也会有一些那个考虑和想法吧。对。你刚才问的是就是我想去做应用呢，还是说想去继续做我的一些科研研究，对吧？那么我当然回答是最好两个拼起来，我们能做一个办法能够赋能我的科研研究，同时本身也是能够做很多别的事情，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有这样的机会存在吗？我不知道，但是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先 aim high，然后再去看，是这样子，对。因为一般来说人会比较现实说有这样的机会我就不用想了，但是其实应该是倒过来，你先想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然后再去想有什么东西可以 fit to it， 那这可能会让你有更好的方向可以走。对，好的，那就期待你接下来 announce 你的下一步动向了。OK，好，先这样子，对。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田园栋的采访全部内容了。我们也期待他的下一步动向。我非常希望他能够找到满足前沿研究和工程应用两者平衡的新角色。我想这也是 AI 的前沿工程师们都在探寻的路。祝他好运。那你们认为这样的 AI 工作存在吗？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转发和点赞，你们的支持是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